来，我们来撕毕业手册吧。撕吧撕吧。亲爱的少年们，不知道你觉得这个夏天怎么样？是你想象中的样子吗？但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这趟旅行都只剩下最后的48个小时了。这么快？如果有些话不知道如何向身边的伙伴说起，你可以选择今晚把留言说给远方，或许当你看向远方，远方也会给你回应。哇，好浪漫啊！我们节目文案一直可以的。有一些人再互相留也没什么意义。对，真的。哦，48小时，家人们。啊，只剩下2天。这是留言。啊。我真的想，我真的想，真的舍不得你。每次看他们分离的时候，我也好难受。没有不散的宴席。真的只有48小时吗？我怎么觉得我昨天才来啊？怎么办呀？你知道我为什么那天扮演那个海格？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有一次看海格的那个演员，跟他说过一个话，就是说50年以后，我已经不在了，但我演的海格他还会一直在孩子们的心中。然后他在前年还是去年去世了。那这个话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跟我们现在一样。虽然这个夏天会过去，所以我们总要留点东西在这个夏天。对啊，但我们在这个东西都一直会留着的，对吧？有啲唔捨得。听不懂。你觉得我在说什么呢？有啲唔捨得你。有啲唔捨得。要我在，我肯定也会有点不舍得。有人要哭的感觉。我的天哪！好浪漫哦！哇哦！看一眼，走，考人一本了，走看一眼，考人一本了。考人一本，我们学校就会放这种烟花。哇！但从来没有跟朋友在这种海边看过烟花。我也很想放烟花呀！这太好看了吧！哇，手好感动，要哭了。哇哦！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心事都跟着烟花一起放掉吧。有爱心。哇，那烟花还有心形的。这个真的幸福。真的好好看，我觉得很幸福。我看过无数次节目里放烟花，我看了还是会感动。我也是，我每次看放烟花都好自拍，快点特别喜欢，是这种即刻绚烂的感觉。对。哇哦，这好大呀！我们的形容词就只有好大。好像有了很多第一次的这种经历。这次旅行，我觉得每一次体验都是第一次，也有可能是我们这辈子唯一一次。我真的48小时比2天更难过。但我觉得这仅仅只是友谊的开始，呀，还有后面的友谊的延续。我们必须延续。好羡慕，好羡慕他们有这种经历。Hello， 我是普吉岛国王，我是锻炼。我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挺羡慕大树的。我有一些心里话想对你说。每当夜晚听录音的环节，就感觉时间过得格外漫长。我想问你，你对我们的关系还有信心吗？虽然旅行还有48小时就结束了，
那就让一切都从美好的夸奖开始吧。你更相信用自己的眼睛去了解、认识一个人，其实你对我这张刮刮乐还会继续刮下去吗？妈呀，看这个就是。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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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坐前面。行，你俩坐前面，我们坐后面。耶！今天人好少啊，有点冷清了。cos 创意总监 ，cos 创意总监，猜创意总监是这样。这姆巴佩，这是这。来吧，听留言去吧。谁想第一个？留言不是在那吗？哎，哦，俩。那是远方。那是远方的留言啊。那个是远方的。哦，那个是远方的，那个是今天这边的留言的。那我先去听吧，去吧。好，那我去。楚楚还是什么都没收到。你好，小张老师，我是大树。你好，小张老师，我是大树。然后今天是来小屋这么多天，第一次和你有这种很认真聊天的机会。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和你在一起是最开心，而且不是朋友的开心。真的，说实话，就是聊完之后，我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那种很在乎另外一个人有没有因为我的性格而被我吸引的。而正好来到小屋呢，性格和我们本来的样子成为了我们唯一的名片，也是唯一了解彼此的方式。我是你，哎，你是我吸引的女孩。我是你吸引的女孩。对，你是。只有被吸引到，小张老师今天太帅。当有一个人真的是因为被我的性格吸引而靠近我的时候，真的让我很开心，很开心。但是就像你说的，现在刮刮乐只被刮开了一角，你更相信用自己的眼睛和真实生活的细节去了解、认识一个人。其实我也是这样一个人，我也是这样一个人。而且，大树看大树那样，像花痴一样。这场刮刮乐我愿意继续刮下去，这场刮刮乐我愿意继续刮下去。那你呢？我也很想继续刮下去，我也很想继续刮下去。这队好稳啊！我感觉今天听留言环节也很放松，没有那么紧绷的感觉。chill， 放松。放松。你好，远方的朋友，我是锻炼。Hello， 远方的朋友你好。猪猪留给了远方。好黑呀，晒的。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感觉破音了。努力喊的就是能传达到140公里之外。他估计睡那儿了。真的好黑呀！一会儿还得去叫他。我非常愿意，我非常愿意，但是还有一点，为什么只羡慕他一个人？我觉得我也很好。啥呀？到时候我们听远方的蚊子，我们公放一下。我真太想知道蚊子了。好吧，
看看天上还有没有星星。我先听我的录音。哎，大叔，你好像受伤了，你这个角度好像被人用弓箭射脑袋了，我给你拔了呗。Hello， 大叔，我是小庄，就是今天我们在帐篷那块讨论的一个关于探索的话题。一张刮刮乐，我连那个角才看到那个角，对你好奇，所以我才想去了解你。我把它比喻成了一个刮刮乐，那我现在想问你一下，你觉得你对我这张刮刮乐刮到了第几个字？他们问的问题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默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你在刮一张刮刮乐当中刮到了谢字的一角，你还会继续刮下去吗？就这样，拜拜。第二个问题什么意思啊？就是万一是谢谢惠顾呢？谢谢惠顾就是没有了，就这奖就刮不到了，没奖，就这张刮刮乐啥也没有。我觉得我刮到了半个字。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再来一瓶。谢字的一角。我应该是那种还会给他刮完的人。这回答完了。就是谢谢遇到你也好啊。挂完是什么意思？挂了半个什么？我要去听远方的录音。挂了半个。他这个角度真的很搞笑。你好，远方的朋友，我是锻炼。时间过得好快，转眼间我们相处的时光只剩下最后48小时了。今天我们在玩的时候聊到旅途中最遗憾的事，我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跟你们中的好多朋友一起出去玩过呢。就是了解的还不够深，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挺羡慕大树的，正好又是大叔载体，能拥有一个那么一的性格。我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融入一个新的集体，或者向我喜欢的人表达心意，对我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都非常需要勇气。在我生活中，我可以用我喜欢的节奏慢慢去融入一个新的集体，但在这趟旅程中，我不能。我总是推着自己尽快地走进大家，像我后面进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就是怕别人会怎么看我，然后是因为我真的很珍惜你们，像你一样，我很怕我还没来得及好好融入这个集体，这趟旅程就结束了。他感觉就是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认真学习的那种乖孩子的那种。对，是的，有的时候没那么讨女孩子喜欢。今天在夜空下，我跟伙伴们也聊了很多。我终于可以开始慢慢学会卸下自己的包袱，放下自己的自尊心，去拥有大海，去触碰礁石，去允许我爱的人不爱我，去接受我是一个有缺点、有遗憾的人自己。最后，再用最真实的自己去拥抱大家。他说的好棒，对，太深了，亲爱的远方的朋友，感谢你听了这么久我的倾诉。现在你愿意抬起头仰望星空，陪我看5秒钟的星星吗？我非常愿意。你愿意抬起头陪我看5秒钟的星星吗？我觉得这个留言好棒，真的好棒哦，又棒又真诚。他们逃走了。既然这是命中注定的事情，那你们逃走好了。我想对这位远方的朋友说，其实真的可以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去做每一个决定的。
就是有的时候就跟着自己的反应和直觉走，做让你自己舒服和开心的事情。可能过程中你会看起来没那么酷，没那么帅，但是勇敢做自己，你就不会后悔。说的也很好。这是我给远方朋友的回应。那是月亮吗？我还要听一个，还要听。远方的朋友你好，我有一些心里话想问问他。我想跟这位远方的朋友说，希望你可以相信自己，选择这一段旅行是值得的，而且你也是一个很值得被爱的人。结束了。蚊子还要听心跳留言呢。你这有点看不起人了。有道理，但是有点啊，他在演。都说了，今天 cos 太多。现在应该是，现在是这样。Hello， 大伦，我是普吉岛国王。今天看见你包扎好的伤口一直被撕开，被海水冲洗，贴的创可贴都不见了。背你走一段。我感觉肯定很疼吧，很愧疚没有在你身边好好的照顾你，让你一直在受伤。所以我希望以后我在你身边的时候，我可以更加细心的去照顾你，让你不会再受伤。我今天看到了只属于我们两个的烟花，我感觉很幸福，很浪漫。我也记录好了这一刻，我会一直记在心里，会經常去回味它的。有啲唔捨得你。有啲唔捨得。有誰？然後，我想你可以重複我現在要說的話。啊。我說的話是：今天我和蔡文浩玩得很开心。给他吓一跳，还以为是什么别的呢。今天我和蔡文浩玩得很开心。蔡文浩是谁？庄明儒。啊，我当然知道你了。今晚粗1岁。我当然知道是你了，兄弟。下去吧你。昨天才跟我说，很高兴认识你，真的这段旅程真的很幸运，连我名儿都不知道，幸运了。你知道我姓什么吗？庄明儒。庄明儒是谁？他可能一会儿说你不姓朱，姓楚。姓楚，但是你小名叫猪猪。听。来了。猪猪，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远方的朋友你好，不知道你能不能见到第一天的楚楚。我有一些心里话想问问他。其实在来这段节目之前，我有过很多的幻想。
我会不会遇到一个我心仪的男生，或者说会不会有一个男孩子坚定的选择我。我甚至还想过我会不会收到多条留言，那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但是没有想到现实是完全相反的。楚楚留言收听完毕，请下楼。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错觉，就是难道我真的这么不受异性喜欢吗？当然不是。每当夜晚听录音的环节，就感觉时间过得格外漫长，然后自己的心理压力都会特别大。所以如果第一天楚楚知道这些情况，你还会参加这段旅行吗？可以面对大海大声地说出你的回答吗？谢谢。我在来的第一天晚上，楚楚问我：“大伦，你不是学心理的吗？你可以帮我猜猜我喜欢谁吗？”就是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女孩子，然后我也经常在心里想，如果我是男生，我真的一定就是特别喜欢你这样的女孩，因为你真的就是一个很有魅力、很可爱、很好看的女孩。就是楚楚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去怀疑你自己，相信自己，选择这一段旅行是值得的。Hello， 菜菜，我是大伦。今天呢，我要来和你玩一个快问快答的游戏。准备好了你就点点头。那我们开始喽。请问你的性别是什么？男。男。你知道自己很帅吗？还行，知道吧？还行。那你觉得我哪一天最漂亮？那你觉得我哪一天最漂亮 ？Hello。哪一天？昨天最漂亮。为什么是昨天？这个大傻子。真的。我最让你心动的瞬间是什么时候？是你坐在我旁边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今天在手册上写了句话，说穿越4班就是我们的乌托邦。那现在这段乌托邦一般的旅行还有48小时就要结束了。我们也要回到各自的城市和生活中了。想问，你对我们的关系有信心吗？我非常有信心大，非常有信心大。我非常懂吗？开头轮，我给你写一个。你对我们的关系有信心吗？我非常有信心大。好甜呀。OK。你在念吗？什么啊？听完了啊？你讲什么了？快问快答呀。啊？刚刚有快问的快答吗？你要不再快问快答一遍？我没有听到啊。然后要不我不白给你录了？啊？你不听这个啊？你不听静芳的？多可气！他对静芳没兴趣了。
就现在所有人都在面向大海。你好，远方的朋友，我是锻炼。Hello， 远方的朋友你好，我是猪猪。如果你听到了这条留言，说明我们还是有点缘分的。我有一些心里话想对你说。可能在你眼里呢，我是一个很开朗，然后很大大咧咧的女孩，但实际上呢，我非常不擅长直接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有时候我也不太懂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在面对一些尴尬和矛盾的时候，我总会下意识的回避和逃走。我不是一个很主动的人，融入一个新的集体，或者向我喜欢的人表达心意，对我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都非常需要勇气。以前我一直在自己的舒适圈里待得很好，直到来到这里。当所有的意外和情感都涌来，而我真的逃不掉的时候，我才发现这种方式对于自己和别人的伤害有多大。我终于可以开始慢慢学会卸下自己的包袱，放下自己的自尊心，去拥有大海，去触碰礁石，去允许我爱的人不爱我。但好在这趟旅程里，我遇到了很好的朋友们，是你们的主动和坦诚，让我能够更加勇敢、舒服地直面自己。他们的留言很像啊，就是来到这儿的成长。对，成长。最后呢，我还是要夸一下自己，因为我感觉自己也有在慢慢变得更加勇敢、更加直接。如果你也感受到我变化的话，那就跟我一起大喊一声，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拜拜。你愿意抬起头仰望星空，陪我看5秒钟的星星吗？你愿意抬起头仰望星空，陪我看5秒钟的星星吗？如果你也感受到我变化的话，那就跟我一起大喊一声，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猪猪，猪猪，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是有点那个千里共婵娟那个意思哈。你已经非常棒了，我觉得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情况，我还是会决定勇敢地加入这场旅行，勇敢地加入这场旅行。你愿意抬起头仰望星空，陪我看5秒钟的星星吗？我以为小康。哎，我们来听蚊子的语音吧。来了，给我开到最大声。蚊子，我们来了，蚊子。Are you ready? Let's go, let's go. 公放了。远方的人你好，我是蚊子。这条留言已经被我施了黑魔法。我相信一定会被远方的你听到。一想到这是一条可以跨过阿达曼海峡的留言，我就觉得超酷。原本我也希望自己在这次旅行中也可以是一个超酷的人，但是好像我越来越失败了。刚加入旅行那几天，我总是闷闷不乐，可能是因为一直没有收到留言，也可能是因为在大家面前我变得没有那么受关注了。我发现自己正在不断的缩小，当然我确实他很在意也是男生中最小只。
你知道刚看到你们的时候我有多震惊吗？其实我也是陈瑞斯班的一员嘛。我当时想，男生怎么都那么高，那么帅。我的自卑被我遮上了不在乎的铠甲。我不表露出自己的喜好，不想参与到竞争中。我之前对一个女生表达了好感，现在我决定放弃了。你去吧，我不打算选，我不打算选。我设想自己每一个选择的同时，都害怕自己会变得糟糕。我觉得打安全牌会让我更安心，也会让我变得中庸。我的玻璃心让我畏手畏脚，我失去了我特有的幽默和阳光。他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直到那天我装扮成柯南。你不用站，你不用站，我吃药了，我现在缩小版的，明白吗？我自嘲自己是缩小版的时候，大家被我逗笑。我才意识到，当自己主动丢掉包袱的时候，我又变成了那个超酷的人。我看到了自己可以改变的可能。小柯南也一定会变成工藤新一，就像蚊子也可以变成你们口中的蚊子老师、蚊子哥。长大了。虽然旅行还有48小时就结束了，不想再逃离了，不想再逃离了。或许48小时不是结束，而是我另一段人生旅行的开始呢。那就让一切都从美好的夸奖开始吧。我超喜欢被夸奖。收听这条留言的人，请你在听完之后，对着我的方向，大声的夸夸我吧。我们3、2、1，蚊子好帅吧？一定要超级大声，超级大声，一定要超级大声。我觉得这样才酷。那你可真是赚到了。爸，我的蚊子，真的很想为蚊子老师哭一场。会问蚊子。蚊子，你真的超酷超帅的！蚊子，哇，太治愈了，太治愈了。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猪猪，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猪哥啊切！猪猪打了5个喷嚏。只想刮刮乐，我愿意继续刮下去。那你呢？我也很想继续刮下去。想问你对我们的关系有信心吗？我非常有信心大。做一个更勇敢的人吧。春日48永不毕业。我要每天开心。以后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我感觉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勇敢。你应该以后现实生活中更勇敢。春日48的友谊长存。怎么样？大家应该看的都挺感动的啊。是。你们节目组太会了，太会了，太厉害了，真的很感动，很感动，我觉得好感动。虽然我刚刚说我看了4季了，还是很感动。是。因为每一次来的人都不一样，表达勇敢的方式不一样，但他们的热烈是一样的。炙热的20岁。沈月这一集真的是眼泪大爆发哎！
妈呀，对我泪点比较低。不提，我们都那个眼含热泪。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感情好棒哦。不管我们当初我们那么激动的在讨论谁跟谁，对，到最后我觉得谁跟谁不重要了，没有那么的重要，真的不重要了。什么修罗场一点都不重要，真的。对，跟自己和解，然后跟大海去诉说自己的心事。所以看到他们还是一群真的很真挚的少女。是。而且我觉得这一季的那种治愈，很大。我刚刚就是在他们说出他们心里面想法的时候，就我觉得我好像有被他们治愈的，很酷，我觉得。我是在听他们留言的时候，心里就很希望他们能做到观察室，坐在这里看看屏幕前的他们自己。都很值得被爱，真的好棒。期待。其实这个节目真的是超级棒，很多人从小到大啊，关于知识教育上过非常多的课，小学、中学、大学就一直在学。但是关于情感教育这方面，可能一堂课都没上过，就走进了情场。那你说能不磕磕碰碰、摔摔打打吗？我们节目当中就是用他们的故事，帮助更多人一起去学习和成长，一起击败那些情路上的小怪兽。咱们节目其实是一个初入情场的教科书，对，是的，而且这些故事都是他们自己谱写的，对，就是很真实。我真的觉得他们其实真的很有勇气，因为在这个年纪要把自己的生活完全暴露在镜头前，然后还要接受大家的关注，可能有的时候也是审视，但是他们又何其幸运，在这个年纪可以碰见彼此，是很难得，极其难得。好希望他们这个友谊可以长长久久，我觉得好棒。我们的旅行还剩下最后的48个小时，究竟他们会怎么来度过？究竟会发生怎么样的故事呢？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怦然心动20岁》，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怦然4追更日历，每周2更新正片上集，周3更新正片下集。SVIP 周2一口气看上下集，会员抢先看1周。周4砰砰蹦蹦大课间，解锁劲爆游戏局。周520岁的青春4件套，春日4班之最大揭秘。周6加更春日4班超多微博猛料。周日砰砰连连看，春日4班直播陪你浪漫一下。周1春日4班同学录，探秘春日4班私生活。次周3纯享版，无观察室版沉浸式课堂看到爽。上微博搜索怦然心动20岁，参与互动，赢惊喜福利。上微博参与分享你20岁的夏天，一起邂逅炙热的美好吧！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我们48小时就要结束了，兄弟们，限定1夜，晚餐前欢迎随时体验。哇，好厉害啊！他们磕到了。哇，好长的腿！哇，这个有点尴尬。你不行吗？我以为他体操运动员很厉害，没想到输在了腿长上。而明天也将是你们毕业旅行的最后一天。明天，请等待女生的日落邀请吧。跟我在一起。算了吧。Hello， 你在吗？哇，没人啊！来泰兰德的最后一场日落里找我吧。哎，大叔，是大叔，乱了套路，乱了。Hello， 锻炼。这个搭配有点好精彩。哦，笑得好开心啊！其实现在还没有男生找到正确的站点啊。不想看你，因为太帅了。哎呀，你先猜猜我准备的是给谁？楚楚吧。确实是给楚楚准备。哦，是楚楚。哎呀，我也很期待。真好呀，真好呀。哎呦，我终于找到你了。其实我等你也等了蛮久。哎呀，又想听我兔子叫了。他不会没电吧？我要听一辈子。全程姨母笑，真的是2姨母笑。